看到旧案归基点进来的朋友，你心里可能会想，这是什么鬼？这道食谱来自1916年在上海出版的《英华烹饪学全书》，发行的时候是有分中文与英文，算一算，这已经超过110年了。旧安归基其实是从英文 Old Point Comfort Terrapin Chicken 直接翻译过来的。Old Point Comfort 是美国维吉尼亚州一个著名的度假胜地， Terrapin 是零贝龟，所以这道料理就是以 Old Point Comfort 的方式，以鸡肉煮出零贝龟的口感。我们先来看一下食材，详细的比例我会在下方说明。这里需要用到雪莉酒，但是我这边买不到，跑了好几家店都没有。那询问朋友之后呢，他推荐我用比较 dry， 也就是比较干的白酒取代。下方有说明，如果之后有买到雪莉酒，我会再试一次。先来处理鸡肉，直接用白酒来去腥，然后放进冰箱至少4个小时。从冰箱拿出来之后，就放进电锅蒸到嫩。在蒸鸡肉的同时，我们来处理面粉。中文版没有说得很清楚，所以呢，再把英文版找出来，才知道这是一个传统制作法式白酱的方法。面粉一定要过筛。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奶油从冰箱拿出来之后呢，不用退冰，请不要退冰，就直接切块跟面粉一起搓揉。我中途呢，因为这个奶油有点过软，结果变成一坨一坨的，于是呢还拿回去冷冻柜再冰一下。那奶油与面粉的比例是以重量比，是1:1。那我们看到磨成这样的粉末状就可以了。这对于会做 scone 的朋友应该不难，或许也可以指导我一下。OK， 现在鸡肉蒸好了，我们用叉子来去骨，皮呢也要拿掉，然后放到一边。我们继续下一个动作。零贝龟是美国饮食史上一个很奇特的逆袭。在南北战争之前呢，乌龟的数量很多，甚至是黑奴主要的蛋白质来源。但到了19世纪之后呢，有一家纽约餐厅把它摇身一变，包装成为一个高级料理，但是导致捕捞过度，几乎快灭绝。于是后来才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模仿版。但是后来随着龟肉料理的退流行，这道菜现在也几乎被遗忘了。回到这本书，作者呢是有2位，分别是 Coder Marshall 女士以及 Brian 女士。当时呢中英文是同时发行，可能是要对照着看，让在中国生活的外籍家庭与中国籍的厨师之间呢可以沟通。那这本书收录超过1000道当时西方常见的家庭料理，而且呢还详细说明当时西方的厨房卫生观念以及基础的西方料理烹饪方式。1916年的上海是什么氛围呢？当时上海是英美的公共租界，有自己的行政体系，而且是远东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当时正在打第1次世界大战，于是旅居在上海的英国侨民妇女成立了英国妇女工作协会，来缝制衣物跟绷带，支援远在欧洲前线的军队。那这本书的销售所得就是用于支援上海英国妇女工作协会的慈善活动。我们现在来准备蘑菇跟蛋黄，就是把它们弄得很细碎。那喜欢蘑菇风味的朋友呢，可以多放一点，因为在加热的时候是真的很香。开始来煮白酱，这个是最难的部分，唯一需要的就是耐心，小火慢慢熬。我们把刚刚煮鸡的鸡汤加进去，然后慢慢的搅拌，小心呢不要着了。现在差不多有种勾芡浓稠的感觉，
我们就可以把鸡肉、蘑菇、蛋黄依序的放下去。要上桌前呢，趁热加入雪莉酒或者是白酒，最后淋上鲜奶油以及一些红椒粉，这样就完成了。有人心里一定有个大问号，这真的像乌龟肉吗？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吃过乌龟肉，不过还蛮好吃的。那如果你上面再撒一点起司，再进烤箱再烤一下，那是蛮像奶油炖鸡的，你不妨试试看哦。